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丁禹兮复刻家乡早餐，讲述记忆里的年少情怀。关注到丁禹兮是从昼川开始的，一个傲娇可爱又爱吃醋、略带腹黑的作家。真觉得昼川身上很多特质就是小丁本人。当他假装受伤去厨房寻求妍姐关注的时候，看过月光的小伙伴脑海里一定冒出那句帮人家呼呼啦。初里的反应是悦，妍姐的反应则是从担心到宠溺。如果小丁是个女生，一定是非常粘人的小可爱吧。说到丁禹兮在中餐厅久的高光点，感觉需要罗列一张 A4 纸，全能又精力充沛到大家都以电量告急，小丁和大厨还在撑着。看小丁吃饭的饭量很惊人，但他的工作量更惊人，消耗也大。当然啦，这里没有比较的意思，每个合伙人都有各自的闪光点。只是小丁这么优秀又努力的男生，总是会脱颖而出，跃入你的眼帘。哪怕身边是派这样的帅脸，你的关注点还是会被小丁吸引。小丁双商高已经是公认的了，关注周遭人的情绪，感知力特别强，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，唯独忽略了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超负荷，情感上是否也需要安慰。付出型男孩只是一味在付出，不求回报，海棠很心疼吧。如果非要说小丁有什么缺点，那就是对自己的关心太少了，有时候不必为了效果强制让自己开机，可以稍许轻松一些的，不必全程处于高敏感状态，那样真的太累了。所谓民以食为天嘛，吃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你有没有觉得儿时的零食都是和小伙伴抢着吃的？儿时哪怕是吃个葱油拌面都是香的。小丁关于粢饭糕的记忆，也是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情怀账单。记得以前我也很喜欢吃粢饭糕，就是那种店门口摊头上的最香，早上卖粢饭、油条之类的早点，中午卖面条、馄饨之类，店面不大，桌椅排列也是简简单单的，充分利用有限空间。只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记忆中的味道却消失了。现在吃到的粢饭糕不是太软，就是太油，要么就是生姜放多了，总归是回不到记忆里的味道了。小丁和点餐的客人介绍粢饭糕，真诚中带着些许的楚楚可怜，真的是楚楚可怜。就是那种明知道记忆中的味道无法复刻，仍努力去尝试的决心。要说活该丁禹兮红呢，怎么可以面面俱到到这种地步啊？特别感动的点在于，小丁做的徽章是他和林厨的合影。他尊重大厨的付出，知道厨师是餐厅最重要的存在，然后想到点餐送徽章的点子不是他个人的，避免海棠为他过度消费。就像当初杂志事件，不拼销量就是不想粉丝为他过度消费。在很多偶像收割粉丝韭菜的大框架里，小丁却反向应援，给粉丝送这送那。具体就不展开了，我觉得小丁还有吸粉的空间，可以让店长主动前来帮忙，小丁应该是第一位吧。演艺圈情商高的不少见，但真诚善良让周遭人都喜欢的艺人，其实并不多的。职场中交朋友，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，但虞书欣和丁禹兮可以做到。小丁不仅会绘画、做徽章，还会舞龙、唱歌跳舞，不但能提供情绪价值，还能关注到每个人的需求，及时给予帮助。以后小丁就叫面面俱到先生吧。或许只有戴上墨镜后的小丁，才能小小缓一口气吧。其他时间感觉他总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，这种紧绷是因为对自身要求高，想把事情做好，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在团队中有用且不可替代的存在。小丁对自己的要求，在他早期参加演员的品格时期就展露过了。从差生到优秀生的跃进，他付出的努力不只是镜头前那一部分。
就像这次在中餐厅准备的那些小礼品，考虑到一些会出现的状况，所做出的备案，还有专程学了茶艺，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文化，很多小事都是小丁在这份工作开展前就已经准备好的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小丁的演技可以得到认可的原因。提前做功课和临时上阵，呈现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聪明还努力，默默奋斗这么多年，终于厚积薄发，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。丁禹兮值得。